爱因斯坦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你不看月亮时，月亮还存在吗？你一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毫无意义。月亮当然是存在的，不管你看或者不看，它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做实在性。在日常生活里，承认实在性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但偏偏在量子力学里，它就出了问题。在上一讲我们说到，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实在性和一种不能超光速的性质不可能同时成立。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以下3种结果： A. 实在性不成立， B. 可以超光速， C. 实在性不成立，而且还可以超光速。你看，上帝给你出了一道选择题，而且看起来还是道单选题，你觉得应该怎么选呢？这一讲我们先来讨论实在性成不成立的问题，我们把超光速留到下一讲讨论。爱因斯坦说了，看月亮就是对月亮进行一次测量。测量的时候月亮在，那没测量的时候月亮是什么样的呢？但我们不测量的时候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争论这个问题的双方，一边是爱因斯坦，另外一边是波尔。波尔就是量子力学最主流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主心骨。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争什么，我先给你打个比方。上海有个虹桥机场，它的隔壁就是虹桥火车站，这2个地方合起来叫虹桥枢纽。假设有个客人从北京来上海，而你在虹桥枢纽的高架口接到了他，那我问你，你觉得这客人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回答说，客人不是坐火车就是坐飞机来的，那么恭喜你，你跟爱因斯坦想的是一样的。波尔的看法就有点怪了。如果你在虹桥枢纽的高架口接到了人，那他会说，这个客人一定是同时坐火车和同时坐飞机来的。波尔还说，如果你换一种接客人的方法，不是去高架口，而是直接去火车站门口接到了客人，那就说明他坐了火车。但如果刚好没接到，那就说明他一定坐了飞机。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在机场门口接到了客人，那就说明他坐了飞机；没接到，那他一定是坐了火车。这就是他们争论的焦点。你去接人其实就是在进行测量。爱因斯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应该存在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不会因为你主观的测量方式而改变。不管你在哪儿接到他，客人永远只能选择一种交通方式来上海。所以爱因斯坦坚持实在性必须成立。但波尔呢，他认为这得分情况说。客人到底是同时坐了火车和飞机，还是任选了一种交通方式呢？这得取决于你在哪里接他。也就是说，这取决于你怎么测量。那客人来的方式不就因为我的测量而改变了吗？所以波尔是放弃了实在性。你可不要觉得波尔说的话是天方夜谭，是胡说八道。物理学家真的把这个想法做成了实验，而且结果似乎真的符合波尔的说法。那这是不是说明波尔已经赢了呢？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儿还有第3派观点。这派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 shut up and calculate。 别说了，算出来什么就是什么。这里说的算，就是要用理论来预言实验会发生什么，在实验中应该观察什么。我们从薛定谔方程出发，做一个数学推导，就能够预言实验的所有结果。这个数学推导出来的公式，我们就叫做波函数。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波函数又是怎么说的呢？从中间的计算过程来看，波函数的理解是，不管你怎么测量，客人他总是同时坐火车和飞机到的上海。于是问题变得更复杂了。爱因斯坦说客人只能选一种交通方式。波尔说他怎么来那得由我的测量方式来决定。波函数说，不管你们怎么测量这个客人他同时坐了火车和飞机。这3种说法到底谁对呢？最近10年，物理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这些实验都认为波函数说的对，爱因斯坦和波尔都错了。他们又是怎么验证的呢？其中思路最简单的
是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石宝森研究组的实验。我们还是回到虹桥枢纽的例子。你想啊，我们接人的时候还能得到什么信息呢？对，我们还能记录客人到达的时间。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是需要2个小时，坐高铁呢就需要5个小时。根据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说法，如果你在机场接到了客人，说明客人是坐飞机来的，那他一定只花了2个小时。如果你在火车站接到客人，那他肯定得花5个小时才能到。但是啊，根据波函数的说法，不管你怎么接人，客人一定是同时坐了火车和飞机。如果是那样的话，客人的速度他就会比火车快，比飞机慢，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就会在2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在实际的操作里实验组测量的是光子到达终点的时间。他们想办法先让光子处于一种不同速度的叠加态，这就好像飞机和火车有2个不同的速度一样。但是光子的速度不是光速吗？怎么能让它速度不一样呢？这就是实验方案的巧妙之处了。他们让光子在一根光纤中同时沿着2条路向前走。第一条路呢，光子是沿着直线走的，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是真空中的光速。那么另外一条路呢，光子是沿着光纤的外壁转圈，螺旋式的前进。由于它走的是一条螺旋轨迹，把一部分速度用来打转了，所以呢，它向前的那部分速度就变慢了。实验结果呢，光子到达终点花费的时间确实在2小时和5小时之间。也就是说，光子真的同时走了2条路。这就证明波函数说的事情都是成立的。换其他的实验也一样，如果波函数算出来是走3条路，那么光子就真的会走3条路。波函数虽然是一个数学公式，是我们人类想出来的，但它所描述的量的状态，不管你看得见还是看不见，都是真实存在的。波函数对应的一种实在性，有些物理学家呢就把它叫做波函数实在性。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对哥本哈根解释做一次重要的升级。有些科普书一提到哥本哈根解释，通常会提到3大件：不确定性、概率性和互补性原理。前2个咱们的课程都已经讲过了，确实非常重要。但我要告诉你这第3个互补性原理和波函数的说法有矛盾。既然波函数实在性成立，那么互补原理就是错的。错在哪儿呢？互补性原理是波尔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么看到光子走1条路，这就是它的粒子性，要么看到它走2条路，这就是它的波动性。所以呢，粒子不可能同时表现出粒子性和波动性。你看到其中一个性质的时候另一个性质才就不存在。这2种性质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所以叫互补原理。但在波函数的计算中，所有的粒子永远具有波粒二象性，波动性和粒子性永远同时存在，无论你看没看到，测没测量。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有人提互补原理，除非你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否则你可以直接跳过去不看。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和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区别。虽然哥本哈根解释也会运用波函数，但它只是把波函数当作一种描述工具，并不完全相信它，要不然波尔也不会提出互补性原理。但我在做课程之前已经知道了新的实验，所以呢，我就把互补性原理给换掉了，换成了波函数实在性。这就是这门课程对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升级。现在我可以回答咱们这一节的问题了。不测量时，世界是什么样的呢？这就好比你拿着相机去拍庐山，你从这个角度拍到它横看成岭，从那个角度拍到它侧成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庐山要么是岭，要么是峰，因为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拍它，你拍它或者不拍它，它都是岭和峰组成的3维结构。所以在量子力学中，测量前和测量后咱得分开说。测量后，粒子就会以你熟悉的那种确定的形式存在；在测量前呢，粒子会以你不熟悉的那种不确定的形式存在。但不管测量前还是测量后，粒子都是以波函数所描述的形式存在的，只是测量前后的波函数并不是同一个。
这就既不同于爱因斯坦说的实在性，也不同于波尔的反实在性，是一种不能用日常经验想象的新的实在性，就是波函数实在性。当然，这只是微观粒子层面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当粒子的数量变多了以后呢，它们就会相互压制对方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新的实在性在宏观世界当中可以精确地等同于爱因斯坦说的那种实在性。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不测量时，微观和宏观世界都以波函数的形式存在，宏观世界同时也以我们熟悉的那种方式存在。你看在这个问题上，量子力学的几位创始人的观点全错了，真正笑到最后的是他们没怎么放在心上的数学公式。这些公式虽然都是由他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但是公式一旦创造出来，该怎么理解就由不得他们了。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些支持波函数实在性的实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我们要秉承科学精神，最好留有一丝余地，不要急着下最终结论，看看未来的物理实验会不会提供新的思路。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关于实在性成不成立爱因斯坦和波尔争论的焦点是，粒子是不是永远只走一条路？最近几年，物理学家的实验证明，光子真的像波函数所说的那样，会同时经过所有可能的路径，这就是波函数实在性。这就提醒我们，以后不管是谁提量子的事儿，你都要让他算给你看，算出来就暂且相信。像量子波动速炉之类的广告，他一个波函数都写不出来，咱们就一个字都不要信。最后留一个思考题，在公众号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观点，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两边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学了波函数实在性以后，对于选择支持谁，你有没有新的思路呢？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思考。这一讲我们说了，爱因斯坦的实在性不成立。那么上帝的选择题我们就做了一部分，还差另外一部分。这另外一部分就是量子力学到底能不能超光速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详细讨论的问题。